幸好刚才我利用真气爆炸的特性，强行撕裂了吴子昂的5念笼罩，不然这一场下来，我不只会输，还会身受重伤。怎么可能呢？好，很好，我承认是我小瞧你了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不要忘了，念力可不仅仅是5念覆盖，它最大的特性便是御使灵气。是灵气！子昂堂哥竟然被逼使用了灵气！若不动用灵气，念境和寂静的顶多算是同辈切磋，就算不慎伤到苏雨，也无人会苛责什么。但一旦动用灵气，这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万一子昂哥哥一不小心把苏雨杀了，那……都少说一句吧。看子昂哥哥这架势，恐怕现在谁也劝不住了。玄龟入水技！天哪，这难道是上品灵气的威能吗？太可怕了！这回苏雨不死也是重伤。嘿，此时动用镇狱王印，不但能赢，还能瞬间摧毁绿玉玄龟。我虽然还未踏入念界，但拥有血脉传承和过往经验，如果再借用仙法道心玄境的奥妙，也许能勉强调动出王印的一丝威能。毕竟9品法器可不是区区一个上品灵气能比的。不过现在并不是镇狱王印显露的最好时机。如果你是踏入念界多年的高手，5念已和灵气血脉交融，或许我真的无可奈何。但这绿玉玄龟，你刚得到不久，想必5念和灵气的融合度还不够紧密，这是破绽。有破绽，就有解法。哼！仙法，解！怎么可能？我的天哪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刚刚明明是子昂堂哥占了上风。不清楚，看子昂堂哥的样子，似乎损耗极大呀。反倒是苏雨，倒是一副无大碍的模样。3招已过，你输了。从此那名少年便是我的了。你家主子已经把你输给我了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唯一的主人。跟我走吧。这……哼，世子既然让你跟着他，你就照做。往后你的生死由他，跟我再无半点关系。公子，滚吧！哼。刚才在最后一刻，仿佛有一种莫名力量，强行将我的5念和灵气分隔。难道是因为苏雨？这不可能，苏雨只是气境修为，实力再怎么提升，也无法做到。这种能力，即便是玄通境，恐怕也很难做到。唉，真是活见鬼了！苏雨，
今日之耻，我吴子昂记下了。以后你就住在那儿，这小院的打扫就全部交给你了。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靠近本世子的房间，其他便没什么了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是。闭关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出来走走，却被吴子昂那厮扫了兴致。好在带回了礼放，也算收获不小。这个礼放和府内其他仆役不同，在那一世，他被吴子昂救下，带回府中，却始终不被重视。直到16岁那年，他在一次仆人演武上展露出绝世天赋，才得到器重。后来，父王惨死，王府没落。武白象等人被刺杀，武白象横死，吴子昂也身受重伤。幸好这个李放挺身而出，与敌方数名顶尖刺客打成平手，吴子昂才得以活命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他那时护着吴子昂逃出朝圣京，一路躲避追杀，浴血奋战，最后死在了一位玄通境的顶级强者手中。他之所以这么拼命，是为了报答吴子昂的知遇之恩。可惜，吴子昂刻薄寡恩，在李放展露天赋前，对他非打即骂，从不正言相待。若我那时有他这样忠肝义胆的手下从旁辅佐，也不至于。罢了，如今我在吴子昂发现他的天赋前，将他要了过来。相信往后，只要真心相待，施以恩惠，他必定也会对我忠心耿耿。这样，我就有了一个得力帮手。来日我再传授他一些顶级心法，相信以他的修炼天赋，踏入仙道也不无可能。咱们来日方长。姐，今日之战看似是我赢了，但却赢得十分侥幸。若非在最后关头，我突然想到这门早已遗忘的秘法，并成功将它施展出来，输的人便会是我了，而且会输得很惨。此刻，我的脑海中虽然有很多奇功秘法，但现在的我毕竟只是气境初期，很多功法根本来不及修习。更别说需要用法力甚至仙元来驱动的仙法了。还好之前在覆灭血魔教的时候，意外得到了这门罕见的仙道秘法——心结万千。这门秘法可以凭空切断五念和灵气的联系，而且驱动它不需要法力和仙元，只需耗费些许精血即可。再加上吴子昂的五念和灵气融合度不高，此法才可轻易奏效。说出来也算侥幸。那一世我还不怎么重视这套秘法，修炼的并不多。如今看来，或许它对我大有用处，估计会是我在踏入仙道之前唯一一门可以使用的仙道秘法了。不是每一次都有侥幸的机会，看来我是得好好修炼一下了。是以讹传讹吧，就算是世子踏入气界，也不能越阶打败念境中的子昂公子。前几天你不在，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。子昂公子输的是面无体肤啊！听说现在闭关不出呢，在家研究那个新得的上等兵器。嘿，我看早晚有一天他要一雪前耻。嘿嘿。
方才从灵宝阁购入的这灵宝盒，费了我不少功夫。一会儿将我的法器放入其中，再罩上一层牛皮革囊，以后出门就不用担心会被人察觉了。要是我也能像世子一样，该有多好！可惜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仆役，不能习武。从前连多看几眼都不行，毕竟在王府内偷学武功，严重一点，可是会被打成废人，逐出王府的。也不知道世子为何每次练武时都要我在一旁看着。在正式传授他功法之前，必要的磨练和考察还是需要的。你刚才为何不躲？子昂公子在幻虎山救了我，我便欠他一命。少爷又将我输给了世子殿下，那李放这条命，便是世子殿下的。世子殿下想取，随时来取便是。李放不敢躲，也不会躲。好，很好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刚才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不要介意。你现在去找人把院墙修补一下吧。是。母妃，今天是15，孩儿又来看您了。苏施主孝心有加了，有劳了。施主客气了。刚才那老和尚看我的眼神满是怪异，会是我的错觉吗？驾！哎，客官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呦，公子啊，您来了，还是2楼，请。公子吃点什么？还是老规矩就好。好嘞。由皇家举办的秋授之期，这次不知道又能涌现出多少青年才俊啊！切，这谁没有听说过呀？这皇室秋授，1年就办1次，原本是为了保持皇室子弟的尚武之风，让他们呢不至于贪图享乐，忘掉立国之本。可这些年了，随着秋授制度越发健全，吸引了大批入东无事可做的王公子弟。皇室秋授呢，也就越办越大。现在整个朝圣京中，但凡有点身份地位的年轻人都想参加，都以此建立声望。不错，军旅树兴，师武陈立，克敌有功，此皆勤于训练之故也。这是太祖皇帝设立秋授制度之初所说的话，意思是只有勤于训练，不忘刀兵血气，国家才能长久，有战皆胜。而且啊，这个制度定在秋季，还有特别的讲究哦。什么讲究啊？
春夏2个季节是动物繁殖的季节，选择修炼，既可以让动物数量得到增长，又可以让百姓专心农忙。而冬季正是动物休眠的时候，不适合狩猎，所以把时间定为秋季啊，既不耽误农时，又能借此练兵，两全其美也。唉，不过很可惜，虽然秋狩的参加要求在不断下降，但能去的人要么是家中有人得了军功，要么便是在朝为官，要求至少也得在3品以上，否则就算再富有的世家子弟也无法参加。这可是一个认识各大王公贵族的好机会，说不定还能见到当朝太子，甚至平步青云都有可能。如果能够成为优胜者，甚至还有机会进入天家眼中，得到提拔的机会。可惜啊，我们的家族虽然有点身份地位，但还是不够格参加。哎呀，是啊，我们是参加不了了。但是张相侯爷可以参加呀。张家御封铁关侯，那可是军功世家。张相侯爷啊，这次就看你大发神威，名震朝圣京了。诸位过誉了，什么大发神威、名震朝圣京的，可不敢乱说。我这次参加只为增长见识，况且据说太子殿下也会参加这次秋狩。殿下是京城4大道子之首，有他在，其他人都只是陪衬。希望诸位慎言。太子殿下真的会参加？4大道子年纪轻轻就踏入道界，是朝圣京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4个天之骄子。其中，太子慕容龙武今年刚满20岁，便已是道境中期的修为，距离道境后期只有1步之遥。他也因天赋超然，而被人皇册立为太子。我记得慕容龙武总共参加过2届皇室秋狩，每次都是独占鳌头，而且只要有他在，参加秋狩的人就会非常多。他们大部分人看淡输赢，只求能在太子面前崭露头角，一待人皇100年之后，太子登基之时，能够顺势高攀。我父亲虽是侯爷，可在京城的地位并不算高。我的天赋一般，如今也只是念境中期的修为。如果想从那些天才如云的王公贵族子弟中脱颖而出，可不容易。不过，我既然参加了秋狩，若拿不到排名，又入不了太子的眼，那就是浪费时间。我距离念境后期也只有1步之遥。眼前这些人虽然地位不高，但家中资源颇丰，若我能得1、2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你们可知，虽然普通的世家子弟无法作为参赛者进入皇家猎场，但却能作为参赛者的侍卫入场。只要表现良好，也很有可能被太子殿下看中，从而得到晋升。真的吗？你是说，王公贵族也可携带护卫入场，且护卫的狩猎收获也计入其中？对，王子公主可以携带护卫4人，修为皆不可超过玄通境。一般王公世家可以携带护卫2人，修为都不能超过道境。而我作为王侯的公子，也有携带1名护卫的权利。就是不知道你们哪家想获得这个名额呀？我愿出1块灵血玉佩，此玉可以激发武者体内的血液沸腾，战斗时可凭空增长3成功力。我出3颗紫金大元丹，它的功能是培元固本，能够增进修炼的进度。我出1件上品灵器白牙枪，枪内封有1道上古念灵，可供灵士召唤，其拥有1名念境高手7成实力。选我，你看我怎么样？我皇室秋狩，在那一世，我也曾参加过数次皇室秋狩，因为当时修为不济，再加上进取之心不足，每次排名都是垫底，沦为整个朝圣京的笑柄。
记得16岁那次。奇怪，刚才明明就在这里啊！啊！跟了我们太子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做梦！不识好歹，杀了他！是。那件事过后，皇室便下了封口令，自此再也没有人敢提及和那个女子相关的任何事情，就好像她就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皇室秋狩，我一直好奇，那个蓝衣女子究竟是什么身份，又为何会在猎场中身受重伤，跳入幽山湖后是生是死？若4年后再参加皇室秋狩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她。若再有机会见到你，我一定救下你，不让历史重演。历来皇室秋狩排名靠前者都收获不菲，我曾经因实力不足一直拿不到名次，所以不怎么关注。但现在不一样，或许在秋狩来临时，我也有机会掺上一脚。回头我便差人打听一下，这次秋狩的奖励都有哪些。如果有增进修为的东西，一定要努力得到，这样我才有更大的把握应对将来之事。参加皇室秋狩，势必要展露武功。我的道心玄境是仙法，不是我这种身份和境界的人所占有和修炼的功法。一旦被人发现，必会引起轩然大波，甚至是滔天浩劫。之前和吴子昂一战，我故意隐藏了这门功法，加上他们境界太低，这才看不出异常。但皇室秋狩的高手众多，除了道境中期的当朝太子，还有不少皇室供奉，随时在各处巡逻。他们个个眼力毒辣，实力强劲。如果他们发现我修炼的不是武技，而是仙法，必会上达朝廷，引起人皇忌惮，到时整个镇域王府都会大祸临身。因此，在我没有足够的实力自保之前，必须隐藏仙法。现在看来，修炼九阳融血功是最佳选择。按照九阳融血功所述，这天地之间共有9种极阳之力。只有吸收了9阳之力，将其炼化入身体之中，就能拥有一种强大的阳炎属性真气。而融血则是指它的威能。若有朝一日天降大雪，大地极寒，便可用9阳之力将其融化，还世界一片清明。九阳融血功一共分为9层境界，境界越深，阳炎之气就越重，而且会在体表之外的真气上呈现出不同颜色：1阳淡红，2阳大红，3阳深红，4阳青红，5阳橙红，6阳紫红，7阳黑红，8阳朱赤。到了9阳境界，真气则呈现黑色。9阳境界练到终点，甚至会出现返璞归真的现象，练出无色真气。也不知父王现在处在何种境界，罢了。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专心修炼。是3阳之境。
世子殿下，世子殿下。你来做什么？世子殿下，我刚看您房中红光闪耀，以为着火了，过来看看。